马上就到了金九银十买车的时候，但大家都知道 4S 店销售个个都是老谋深算，想拿到便宜的价格并不容易。如何砍价，如何选正品，零首付贷款买车行不行？保险是不是越多越好？到底要花多少钱？提车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以及检查哪些地方？保险遇到拒赔怎么办？问题五花八门。所以我将几期内容的精华整合成一期买车必看指南，真正做到了全网最细，没有之一。我会按照以上几个板块顺序，帮你快速理清楚一切买车相关的注意事项。评论区同样会免费赠送 4S 店购车指南、保险指南、4S 店砍价指南等万字 PDF 手册，真的是诚意十足，工作量也真的相当大。所以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务必记得关注3点，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好，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新手想要不被 4S 店坑，那就要做好功课再出家门。要详细了解一款车的所有配件信息，可以优先去汽车门户网站查询，大到3大件，小到颜色，都可以非常精确的显示出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范围对比车辆，选出合适的车型。确定好意向车型之后，应该先去查底价，下载一些报价软件、汽车报价等，比如汉 DMI 121公里尊荣型这款热销车型，在杭州最低的成交价22.65万，其他的都在22.78万。如果是非热门车型，基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折扣，具体多少就因品牌或车而定了。但是现在卖车对于 4S 店来说已经非常不挣钱了。国内最大的经销商之一的广汇汽车，2022年整车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000多个亿，但实际上卖车的利润率只有不到0.44%，所以大家也不要指望底价能很低。为什么不打电话给 4S 店问呢？很简单，上来就明牌怎么打，反而 4S 店还会用限时优惠这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引诱你去店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冷静，多问几个问题：优惠有没有附加条件？是所有车型都有这个优惠，还是展车库存车才能享受这个优惠？需不需要选装特定配置？需不需要在店里上牌买保险贷款？买了车之后必须要在店里做保养吗？是现金优惠还是超值大礼包等等？知道了底价也不要太嚣张，砍价最重要的一点是语气和态度要放温和。车是店里的，不是销售的，销售只负责卖而已。饭要一口口吃，价也要一点点的砍，这才是能谈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上来就是屠龙刀，别人肯定也不乐意。砍价也是门学问，时机很重要。干过销售的朋友肯定知道，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会有各种绩效考核标准。最简单的就是达成一定销量就可以拿到奖金。在月末、季末、年末的时候，销售一看距离奖金还差几台车，为了冲销量，那自然会为销量放水。卖车少赚一些和绩效大奖金，这个取舍还是非常容易的。在砍价的过程中，最容易遇见的就是销售用赠品抵御砍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冷静识别赠品的价格，产品的实际价格是不是和 4S 店报价严重不符。注意，我说的是严重不符，因为价值虚高是必然的，但别高得太离谱。比如一个门锁级别的行车记录仪给你说价值1000元，这种产品不要也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尽量优先选择将赠品换成一定数量的现金优惠。赠品高情商叫做赠品，低情商就是强制购买性价比很低的产品，所以也不能来者不拒，咱们要挑值钱有用的药。反光背心和三角警示架是国标规定必须带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不存在送这一说法，所以不要被忽悠了。赠品要挑可以直接省钱的，油车那就是加油卡，电车就是充电卡或充电桩。二者同样的产品，行车记录仪、防滑脚垫、车辆防盗设施等等，日常用的工具箱不是换胎工具。车载灭火器，现在很多车都开始不送备胎了，就需要补胎工具。要是有备胎，那就要千斤顶和换胎工具。要是车价高一点的车型，还可以去要一下窗膜和隐形车衣，但需要注意一点，汽车厂商不生产窗膜和隐形车衣，所以就不存在原厂这个说法，并且这两个产品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最好选择叫得上名字的品牌。我也出过相关的科普视频，有需求的可以去看看。次一级的赠品就是优惠券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的规矩都是 4S 店定的，是最容易玩文字游戏的地方，需要小心谨慎，一定要问清楚什么时候用，在哪用，怎么用，最好是写进合同里。举个例子，你去 4S 店保养，一套流程搞完之后，你想用保养券抵销，结果 4S 店说这个保养券只能抵某某产品，但这次没用某某产品，所以抵不了，并且这个券不能抵师傅的工时费，所以一定要问清楚 buff 叠得起飞的优惠券没有要的必要。其次，在要这类优惠券权益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你离这家 4S 店很远，开车过来要1到2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毕竟时间也是成本。车价和赠品谈完之后，我们还需要交购置税、上牌费、保险费、车船税，才能把车从 4S 店开走。新能源车型因为政策，大部分地区可以免购置税，油电混动和燃油车是要交购置税的，也就是车价的10%。不过想要后者免购置税也不是不可以，有一个前提得是回国留学生。关于留学生有一个政策可以购买免税车，就是享受车价优惠和全额免除购置税，不过只能在规定的车型里选，不同品牌提供的车型都不一样，所以至少今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购买政策认定的新能源车型是更加划算的。上牌费也是 4S 店坑钱的重灾区，
要价上千甚至更贵的上牌费，那是屡见不鲜。其实正常来说，我们自己去上牌也就200左右，但是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跑，价格合理的话，让 4S 店帮忙上牌也是完全可以的。保险费一般来说，首年 4S 店会强制在店里购买，第2年就可以随意了。保险费分为2种，交强险和商业险。一般来说，15万元左右的家用车，1年的总保费会在3到4千元左右，因人因车而异。交强险是必买的，不买不让上路。家用6座为950元，7座为1100元。商业险在改革之后受4大系数影响，基本就是一人一车一价。通过这个系数也是能非常明显的看出，中保协是非常鼓励大家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的。目前商业险分为主险和附加险，主险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一样分为车损险、3者险、座位险。简单来说，车损险负责修自己的车，3者险负责赔偿对方的损失，座位险负责赔自己车上的人。车损险的保额就是车辆的价值，车越贵保费也就越贵，但是一定不要超额投保或者不足额投保。简单来说就是10万的车买了20万的保险，叫做超额，认为多买多赔；20万的车只买了10万的保险，叫做不足额。保险法第39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值承担赔偿责任。3者险目前最高可以买到1000万，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如果是在大城市的话，因为豪车多以及人身损害赔偿金也高，所以最好买到300万。座位险性价比不高，只有在本车因驾驶员责任造成的事故才会赔偿车上人员的人身伤害。如果是对方车辆责任，座位险不赔偿，由对方赔付。如果想要找平替的话，我更推荐驾乘险，它是不限事故责任方，分为2种，指定车或者指定人。如果自己开车比较多，那就可以指定车，这样无论车上坐了谁都可以赔。如果自己坐车比较多，那么就可以指定人，这样无论坐谁的车都可以赔付。在附加险中，新能源车型和燃油车有一些区别，新能源车型多出了3个附加险：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自用充电桩损失险、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在这些附加险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只有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和医保外医疗责任险。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附加险发送在弹幕中。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的法定节假日，除了元旦、春节这样的节假日以外，还包含了周末，但是不包含因调休而形成的周六周日工作日。总体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医保外医疗责任险是因为无论是3者险还是座位险，只要是医保外用药都是不赔付的，所以就需要单独买一个医保外医疗责任险承担这一笔费用。我不推荐购买的附加险也有2个，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条款。这2个都是可以通过牺牲自身的部分权益来换取一部分保费的减少，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实。这里我也简单给出了3个方案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选择发在弹幕中。要是副歌的话，上全险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比于具体的保险，我觉得选择合适的保险渠道更为重要。毕竟谁也不想买了保险之后这也不赔那也不赔。保险的投保方式一般分为2种：4S店和保险公司。4S店的好处就是方便，出了啥事丢给4S店处理就行，但同样你得为4S店的服务买单。这也是为什么在4S店上保险会贵一些的原因。并且4S店选择的保险公司有限，不一定会有你中意的保险公司。如果打算自己找保险公司的话，就需要综合考量一下你的意向保险公司了，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所以我这里找到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2018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供大家参考。这个评价体系由电话呼入人工接通率、理赔获赔率、投诉率等8个定量指标进行计分，最终的成绩如图。保险公司分为电话车险、网络车险、线下车险，因为属于直销，价格相对透明，但即使是同一家保险公司，不同渠道之间也属于竞争关系，所以在价格优惠或者赠品上会有所区别，还请大家仔细对比。代理其实就是保险中介，代理的价格一般来说是最低的，但是水蛮深的，新车主不推荐尝试，而且代理的水平和专业素质比较难以保障。除了以上5种费用是必交的以外，其他的费用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 4S 店私自附加的。比较常见的有出库费，还有 PDI 检测费，这是 4S 店的义务。大家也可以把那些不合理的收费在弹幕或评论区补充，避免大家踩坑。现在也非常流行贷款买车，这里面的门道也不少。我们先科普最常见的2种还贷方式：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简单来说，等额本息每个月还的钱都是一样的，等额本金每个月的还款金额是越来越少。贷款买车分为3种：银行贷款、4S 店贷款、信用卡。前2者本质属于一类。4S 店会比银行多收一笔服务费，因为他们要帮我们办手续，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属于花钱买服务。信用卡比较诱人的一点是多少期免息，但是零利息不代表零成本，因为用信用卡消费 4S 店是需要支付手续费的，但这个费用 4S 店大多情况会让我们自己支付，本质上也算利息，所以就需要和贷款对比一下。也有很多人问过我零首付买车的事情，零首
首付买车贷款一般来说是通过将车辆抵押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获得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断供，车辆会被没收，而且零首付买车会丧失很多选择的权利，比如会强制购买全险、高价在店里上牌、指定车型、指定选装等等不合理的要求。一般我不推荐零首付买车。基本到这，买车该谈的基本都谈完了。记住，一定要把谈下来的所有东西全部写在合同里，细节到送了什么东西、优惠券怎么用、在哪用这种级别，并且在交定金前把这些谈好。一定要是保字头的定金，定金是受法律保护的，言字旁的定则不是，一定不要搞混了。接着一定要把合同里的所有数值都过一遍，以防出现小数点打错位置，或者说多打了一个数字啊。交完定金之后，可以回去等着提车了。提车需要准备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手电筒、1000块钱现金。如果是外地户口，还需要居住证明。把合同里该交的钱交完之后，让销售给一份详细的车辆配置清单，里面包括了我们购买的选装配置，需要去逐一对比我们选装的配置是否都有，是不是 4S 店私装的，然后再让 4S 店把车洗一遍。等水干了之后，从车漆开始确认，因为水渍会起到遮掩效果，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手电筒了。仔细观察，从不同角度观察车身漆面是否有划痕、凹陷、起泡或者颜色不对的问题，重点检查前后杠这些重灾区，检查车窗与玻璃是否有划痕、裂纹、色差以及生产日期。玻璃的生产日期分为3种，第一种数字加小黑点，第二种数字加大小黑点，第三种特殊车型没有黑点，需要去官网查询。接着检查车灯，先打开车辆引擎盖，找到大灯组件，在大灯组件上寻找印有生产日期或序列号的标识或标签，通常2个大灯的生产日期应该是一样的，并且大灯的生产日期比车子名牌的出厂日期更早。然后检查各种油液是否正常，发动机机舱环境是否整洁，接着检查轮胎是否有凹陷或者划伤，确保轮胎气压正常以及生产日期是否一致。一般来说，轮胎上抱着椭圆里的4位数字就是生产日期，前2位是轮胎的生产周数，后2位是年份。接着就是门窗的密封性，打开关闭各个车门和后备箱，检查门窗密封条是否平整，有无破损。如果是有天窗的车型，还需要注意一下天窗是否漏水。然后是车辆生产日期，一般是在副驾驶 A 柱下方可以看到。对热门车型来说，6个月以上就称为库存车，进口车则一般来说是1年。进入车内，打开车辆电源，检查仪表盘各个指示灯、仪表显示是否正常，车内屏幕有没有坏点偏色，然后检查公里数，一般来说在100公里以内都属于正常现象，因为车子从生产线到 4S 店势必会产生里程数。接着启动发动机，看看发动机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就是检查前大灯、雾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等是否正常工作，座椅表面是否有磨损、破损，试坐一下各个座位，检查座椅调节功能是否正常，然后看看音响、蓝牙、空调等等部件是否正常。确定车子没有问题之后，我们也需要清点一下各种发票材料。首先是发票4联，接着是车辆一致性证书、车辆出厂合格证、车辆3包凭证、车辆使用说明书、交强险、商业险、环保标志。如果是贷款买车，还有一个贷款合同；如果是进口车的话，还有关单、商检单。拿到这些单据之后，需要仔细对牢单据上的车架号是否和车辆一致，搞错了就麻烦了。确定一切无误之后，就可以拿上钥匙开车走人了。第一站记得前往加油站，因为 4S 店不会给太多的油。最后开车出现刮蹭是在所难免的，保险流程应该怎么走？首先，钥匙300以内可以搞定，可以考虑私了，但是私了也不是说塞钱就完事了，还是需要留下证据。除了拍摄事故的照片或视频外，还需要双方签署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防止后续扯皮。你确定要报保险之后，首先向保险公司和交警报案，等交警处理开具责任认定书，判定为全责、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责任划分不同，保险理赔的比例也会不同。报案之后也不是说啥也不用做了，在等保险和交警的时候，也可以对现场的情况进行拍照，从车头到车尾碰撞部分，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将车牌号拍清楚。记住，只有定损员对车辆碰撞和事故现场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车辆进行估损定价之后，才可以去修车。在完成报案和勘查定损之后，我们需要根据定损结果填写有关索赔单证，交给保险公司。营业部会审核索赔单证，单证不全的单子会被退回，齐全的保险公司会在出险报告书上签收，并且要黄色联交给我们。签收后，核赔科会进行再次审核，审核后单证手续齐全的在交接本上签收，预计会在3个工作日内理算完毕，给核赔科负责人复核之后，再上报给领导进行审批。审批完之后，财务会根据理赔人员理赔后并审批之后的金额打入到你指定的银行账户，并在财务对赔付确认后，除赔偿收据和计算书红色联外，其他的取回。这个时候你的保险才算走完了。在任何一道程序中，要是遇到保险公司拒赔或者硬拖，也不要和业务员或者保险公司扯皮，他们就专门挑软柿子捏，直接打12378银保监投诉电话即可。最后我还想说，选车不一定要唯品牌论。
而是该从自己的使用场景入手，看准需求，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感谢你可以看到现在。更详细的买车、砍价、保险指南，可以看我们评论区置顶领取 PDF 手册。相信在那份资料的帮助下，你一定能独立走完整个流程。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我们下期再见。